快看快看，那不是平城初中这届应考第一叶凡吗？真分到普通班了。应考第一怎么了？预售天赋据说地级都差点没评上，能来这里读高中都算好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我之前还听说过他，据说校长还说他未来会成为强大的预售师呢。理论再好有什么用？天赋不行，预售就不行，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都说不定呢。平城高中，我居然真的重生了。回到高一开学这一天，在这个世界，人到了15岁，经受牵引，体内的预售空间就会打开，从而让人能够和各种怪兽签订契约进行驱使，而这个过程也叫觉醒。觉醒过后，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预售天赋，有各种方面的，大多都是加持预售能力的。而根据加持预售能力的幅度，预售天赋的等级被从 D 到 A 划分为4个等级。高中以前的预售理论知识，我是整个平城的第一，可因为一个地级天赋，照样把我分到普通班。只不过，谁说地级，就永远是地级了。叶凡，你怎么才来？赶紧过来！真没想到，咱们到高中了还能到一个班。不过也没事儿啊，地级就地级，谁说地级就不能成天才了？你看那京城4少，那一个都是地级，手里还不是人手一只永恒级预售。我没事。哎，胖子，今天什么时候才去选预售啊？应该就在一会儿。叶凡，你想好选什么预售了吗？都是低劣品阶，选什么都差不多。都是低劣品级，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平城今年会给学员发一些潜力极高的预售吗？那是给英才班和卓越班的，我们哪有份儿？原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低劣级，那不是跟外面大街买的一样吗？至少免费，而且预售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，有限额。低劣级也没什么，不是不能变成强大的预售。低劣品阶太难了啊，能成长到精英都难。唉，所有人安静，全部来操场进行预售挑选。预售和人类一样也有划分，潜力有高有低，潜力用尽，也就代表这只预售没有了进步的空间。预售的实力等级从黑铁起，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永恒、星耀、荣耀等等，每一个等级都是一道鸿沟，实力也是天差地别。叶凡，你想挑选哪只预售？那只鳄鱼预售肯定很厉害，我一会儿就挑选那只。那只不是鳄鱼类预售，是猛蜥，看起来厉害，实际上速度很慢，防御也不够强大。啊，是蜥蜴类预售啊！我建议你选那头烈阳蛇，天生带毒，你的天赋是毒素强化，配合这只预售，未来进入白银实力并不难。叶凡，你怎么选择这只啊？火犬除了体温高没别的用处，是跌劣级里最捞的了。我知道。嘘，知道你还……胖子，没有最弱的预售，只有最弱的预售师。没有最弱的预售，只有最弱的预售师。在这个看重天赋的时代，居然有这等的觉悟。多培养你和预售的配合，预售和预售师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相互的熟知。平城唯一的高中，好在分配的是单人间。预售空间，预售空间是每一个预售师自带的特殊空间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能容纳少量预售。成功了！这就是当年我拼死拿到的预售圣器——时空龙。在重生后，与我的预售空间融合成了这个宝地。这里有着充沛的能量，预售能得到最有效的成长。最关键的一点，有预售圣器的加持，预售空间和外界的时间流速是30:1。无愧为天下至宝，预售圣器。有了这样的宝贝，预售收进这里，那一切就要轻松多了。这看似不起眼的火犬，血脉里藏着高级预售地狱犬的一丝血脉，它不受低劣血脉的限制，只要成长起来，就能爆发恐怖的杀伤力。有我重生归来的培养手段，
加上30:1的空间流速，一日可避100日功。这只无人问津的火犬很快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。如果御兽能带进来，那么那些灵草灵药也一定可以移植。天材地宝成熟极慢，少则数年，多则上100年。可如果我把那些天材地宝移植到这30倍冰速的空间里，岂不是御兽生气，恐怖如死？天色未晚，外界只过去了一小会儿，这空间流速果真是30:1。有了这个，实力就会飞速上升。前世没办法争取的东西，现在可以想想了。就比如3个月后的新生秘境试炼，这新生秘境只是学校搭建的最低级的微芒秘境，自然比不上远古秘境，里面也没啥好东西。可我知道这一届的秘境里有一个罕见的宝物，3个月足够我强大自身，那宝物我势在必得。呼吸法是御兽师用来修炼强大自己的手段，呼吸法的等级越高，能够驾驭的御兽也就越多。普通人修行的学校大众呼吸法上限低，强化和开启御兽数量极少。但我不同，我用的是天下第一霸道的呼吸法——入圣法。入圣法分为鲸吞、蚕食、龙息、蚁噬4大境界，化所有能量为己用，修炼到极致可退凡入圣。有着前世经验，轻而易举就入了这呼吸法的第1层。入圣法果然霸道，这一口起码相当于寻常呼吸法几10天的成果。现在我感觉自己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超强的呼吸法加上独一无二的御兽空间，这一世我的起步已经拉满。哼，地级又如何？御兽空间里修炼了7、8天，运行了第2次鲸吞。外面才刚刚天黑。胖子，这家伙这时候不是应该抱着那只烈阳蛇又亲又抱吗？怎么想着给我打电话？叶凡、邓强和季风他们要抢我的御兽，要抢你的御兽？选择御兽是自愿的，他们凭什么抢？他们说那只是他们先看中的，被我先抢了。他们找了7、8个人，说要和我进行御兽决斗，输了就要我把御兽给他们。老师呢？老师不管。老师在上课，我被堵在教学楼旁边的厕所里了。叶凡，快来救我，不然我的御兽就没了。你就在那儿等我，拖住他们。上一世胖子和我没少受这2人欺负，邓强、季风，我不去找你们，你们还敢撞上来，找死！胖子，躲到这间废弃窖里，就以为我们找不着你了？胖子，怎么说呀？要不就给我们吧。别搁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了。放以前初中有你那个号称理论大师的发小，咱们或许还忌惮3分。但现在可不一样了，你那发小觉醒了个地级天赋，也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柴。现在谁还买他的账？少废话，识相的把那只烈阳蛇交出来。我找人问过了，这批御兽里就他最厉害。你休想！休想！也别说我仗着人多欺负你。2条路，要么现在像个男人一样跟我的御兽正大光明的决斗，要么乖乖把赤阳蛇留下。我比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声音太小，我没听清。他说让我来比。他说让我来比。叶凡，你要替他出头。怎么了？不行，你来比就你来比，你输了也要交出你的御兽。我的御兽可不是谁都能拿的，你输了呢？我输？叶凡，你还停在纸上谈兵的以前呢。我问的是你输了，然后呢？我输了，把我的御虫给你。你的那些垃圾御虫，我不稀罕。如果你输了，凌小堂的烈火果，我要1枚种子。烈火果种子可是价值1万块，
让我的云甲兽没理由会输。赌就赌！云甲兽天生抗毒，怪不得盯着胖子不放，原来是属性克制。不过也就这样而已。火犬，这么垃圾的御兽也好意思拿出来？御兽技能利齿，地级天赋对于靠牙齿攻击的御兽有点强化。御兽技能飞升，飞升提升全属性，可提升幅度很小，不到5%。就这还飞升呢，笑死我吧！云甲兽直接冲击！这种手段对付小孩子还行，对付我笑话。火犬向右一步，闪开，撞他的头！我一个冲撞，然后就被秒了。你以为只有肚皮是他的死穴，殊不知云甲兽除了肚皮，唯一没覆盖云甲的就是脑子。这一点，你的御兽倒是跟你很像。怎么说，烈火果的种子是现在给我呢，还是直接折现呢？叶凡，你别得意，我表哥是卓越班的邓丽，你敢动我？卓越班邓丽有 B 级的天赋，算是当年卓越班的尖子。上一世他毕业之后却没有去读大学，反而是在平城本地拉帮结伴成立了一个狗屁龙强帮，欺男霸女，到处收保护费。果然，讨厌的人总是扎堆的。垃圾总是喜欢待在一个垃圾桶里。你们最好站在原地别动。我这人很讲规矩，1个小时之内，要么让你的狗腿子去把烈火果的种子拿来，要么去叫你表哥过来。只给你1个小时，多1秒，后果自负。快去救我表哥！叶凡，要不算了，卓越班的人了不好惹，他们起码都是 C 级以上的天赋。C 级，今天就是 A 级来了，也得把烈火果的种子给我拿出来。胖子，一味的忍气吞声，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若是犯了我，那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放开他！我可没动他，我要的赔偿呢？赔偿？行，算你狠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的面子，愿赌服输，做错事就要赔。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混蛋！这小子居然不怕，难不成身后有什么靠山？我出1万块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行，钱货两清，人你带走。表哥，帮我报仇！闭嘴，蠢货！这里是学校，有什么事儿除了学校再解决。学校里大家都是学生，除了学校，有的是办法。我们走。叶凡，你刚刚听邓丽说的话没？他的意思好像是要在学校外面找人弄我们。让他找，邓丽这种水平根本不用在意。一个未来的地痞流氓头子能找什么人？顶天也就是些地痞流氓，实力不到黑铁的渣渣。给自己几天时间，要收拾他们，轻而易举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周末还要回家呢。你跟我一起回去就行。可万一你不在呢？要是我一个人，我连邓强都打不过。胖子，你想不想成为一名强大的御兽师？天赋不是问题，你现在只用回答我想不想。想啊，当然想。想就好，跟我来。胖子，我现在传你一门呼吸法。什么？除了普通的呼吸法，任何一门呼吸法都价值连城。一门呼吸法而已。这太珍贵了。
多年情谊比这更珍贵。我传你的这门名为饕餮法，只需要吃完转化能量就行。饕餮法一共7层，每上一层，你能驾驭的御兽数量就会翻倍。闭眼，以呼吸为引，运体内之气，每一个都要仔细听。这饕餮法好厉害，刚刚学会，御兽空间就多了一层。这才是刚刚开始。胖子，这事儿在你强大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父母。明白，叶凡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理由无以为报。消耗太大了，我刚吃了下午饭。修了饕餮法，你以后就是人形饕餮了。那我这就去再吃一顿。接下来得去做点正事了，去灵草堂。一旦烈火果种子培育成功，就是20万，再买些高级的种子来种，再一倒手，这可就不是几十万了。惹了力哥，叶凡这辈子别想出校门，只要他敢出，力哥有办法收拾他。那是，不是我吹，就凭我表哥的实力，只要他叶凡敢出来，下一秒我表哥就能给他围起来，我要他哭都哭不出来。会不会开车？路边站着2个大活人，看不见是不是？叶凡，好小子，完全不把我表哥放在眼里是吧？赶紧打电话给我表哥，就说叶凡出来了。潜意识自己跟灵草堂还算是有些交道。灵草堂不止平城一家，全国各个省份的城市都有他的分店，强者也比较多，在当年算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大势力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宁堂主还在不在，他在的话就要好谈得多了。欢迎光临，小弟弟，你想买什么？随便看看。宁雪？你怎么知道我叫宁雪？那上面写着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小弟弟，我建议你买这个逸仙果，这是从南山上采摘来的，味道极好，给御兽吃了可以增强御兽战力。逸仙果，据我所知，逸仙果除了因为香味被一些御兽喜食，没有任何作用。而且这逸仙果给御兽吃多了，御兽还容易发情。你说的增强御兽的战力，是指的这？逸仙果对我没用，你们这里没有烈火果吗？烈火果有，在2楼。烈火果在这里。多少钱？5万一颗。小弟弟如果不满意这些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拿最新今天人产的。你们这里有没有烈火果的种子，或者是可以移植的根基？种子，我帮你问问经理。是哪位小兄弟要买烈火果的种子？是我。小兄弟，这烈火果的种子可不便宜，若是平常我们都不售卖的。价格1万左右。烈火果受众太小，同价位的强筋草适应性更广。这么说，小兄弟是有需要烈火果的御兽了，可否冒昧问一句，是活犬？活犬，这倒是怪不得了。既然如此，宁雪，去取一株烈火果的根子来。可他不是说买种子？小兄弟气宇轩昂，一颗根茎就当是交个朋友，以后还希望多光顾。一定。小兄弟，这灵药存活不易，挑选肥沃之地种下，这一株可结3到5颗。明白。宁堂主，那少年离开了。知道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对那少年如此之好？是，那少年出乎同龄的沉稳，可衣物普通，不像有大背景。3万一株的根基给他交朋友，我觉得并不值得。一个普通家族少年不会有那种表现。我刚刚释放了黄金级威压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要么他比我强，要么他家中有黄金级强者，早已习惯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少年真有些背景。卖灵草灵果的可不止灵草堂一家，如果能因为一株灵草得到一个未来强者的好感，那才是赚大了。这根茎不错，怪不得那宁京海以后能当上总舵主，这眼力和境界确实能成大事。至于他的试探，黄金级的威压，对于自己而言，确实像是个玩笑。回去种在御兽空间里看看效果。小兄弟，快上车！小兄弟，看起来家境殷实啊，能来灵藻堂买东西。殷实算不上，这买的东西也是别人白送的。有人和我御兽决斗，输了我1万块。这样说，小兄弟是相当厉害的御兽师了。我年轻时也想当御兽师，可惜天赋太差，连地级都没评上。刚入学而已，也是正常。普通人要觉醒地级，恐怕不到1/10。这世界御兽师身份之所以高，一方面是御兽强大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数量稀少。小兄弟留个电话，以后打车随叫随到。没问题。小兄弟，先别下车，
那好像就是之前那伙人。之前那伙人，我来前听到他们要找个学生麻烦，路上还有人对我们骂咧咧。要不我们先跑，他们是地下帮派的，你才入学，恐怕对付不了这么多人。没事，大叔你先走，就这些杂皮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哎，小伙子。大飞哥，就是那个小子，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，敢欺负邓力哥的表弟，你就是叶凡？是。哟，好久不见，你的伤好的这么快吗？当着我马大飞的面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嚣张？修行过呼吸法，普通人哪来的呼吸法？带着你的人滚！趁我现在还不想动手。走，快走！叶凡，你最好不要动我，我表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表哥？别说你表哥了，就是你表哥的表哥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我让他走，让你走了吗？兄弟，误会。过来，有些事问你。好。我让他留下，你们不走，还想挨揍？一群乌合之众！你的呼吸法从哪儿来的？什么呼吸法？兄弟开玩笑，普通帮派哪配有？哼，雷之呼吸法共3层，第1层入门带有雷声，你应该才刚入门吧？这，你最好说实话，不然我有很多种办法能让你说出来。我的呼吸法是上面的人给我的。上面的人？你不是普通混混吗？上面的人是谁？混混头子？不是，是一些大人物。前些日子收编了平城所有的地下组织，包括我们。我没见过几次，挑选了几个老大，给了呼吸法。我在学校这一片还算不错，也得到了呼吸法。大人物，看来是有人在刻意掌控平城的地下组织。邓丽也是你们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吗？是，上面他的御兽天赋相当看重，大人物亲自给了呼吸法。他地位算很高了，所以这回他找我替他表弟出头，我才会。知道了。这么说的话，邓丽在上一世就加入了这个组织，上一世留在平城是有原因的。上面把平城交给了他，这个组织还不是一般的势力，执掌的地下组织绝对不止平城。我怎么有听说过一个专门收编地下组织的势力？上面有没有说收编你们准备做什么？没有，只是巡视收保护费。之前有一次，好像是什么复辟什么的。复辟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什么的。不，你没有听错，相反，你听得很好。敢说复辟的只有王朝组织。前世他们多次发动兽潮，放出凶兽，平城几乎毁灭，自己父母也死在那一场兽潮里。上一世追查10几年都没能报仇，对于他们，我恨之入骨。没想到王朝组织渗透这么深，前世忽视的地下组织竟是他们的基石。没想到王朝组织渗透这么深，前世忽视的地下组织竟是他们的基石。这一世绝不能再给机会，必须提前打掉他。马大飞，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。什么？为我卖命。这第二个选择呢？没有第二个选择。你不为我卖命，我也绝不会留下你去告密。你要杀我？杀你不至于，但我有办法让你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路上。我给你1分钟思考的时间，自己选吧。我选替你卖命。不再考虑考虑？不考虑了，看得出跟着兄弟你才是明智之选。行，我也不会亏待你。接下来传你一段法门，极其珍贵。真的？到底是小孩子，太好骗了。我说反水就反水，回去告诉老大，不仅能脱困，还能立大功。跟着我说的来运功，运气，凝神。这是什么功法？竟然这么厉害！大周天炼魂法，你修的是子法，我修的是母法。若有二心，我一个念头就能让你暴死当场。兄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开玩笑，想回去告诉上面那些大人，你这马大飞看着还真没那么单纯啊。不用想了，你们上面那些大人物解不开的，
你只要开口，马上就会死。兄弟，不，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投靠我，就别有二心。跟着我，你得到的比跟着那些大人物更多。你的命，现在就是我的。明白。以后我马大飞这条命就是大人你的。起来吧，回去继续做好你该做的事。有需要，我会告诉你。魔鬼，他是魔鬼！这邓强倒是给了自己一个意外之喜，不仅找来了邓丽，还让我知道了王朝组织的关键信息。马大飞被策反，很快就能摸清他们在平城的布势，到了那时，一窝给他们端个干净。不过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强大自己。这一下午的时间，御兽空间里都已经过去了10来天，火犬明显长大了一点，实力成长到了黑铁2星。御兽实力等级相当重要，黑铁青铜差距不大，到了永恒往上，1级就是一大截。先试试种植的效果，按照时间流率，要不了多久烈火果就会成熟。烈火果最适合幼年火犬，这样火犬很快就能突破黑铁到青铜，青铜级就能使用火焰发动攻击。青铜级的火犬实力完全不逊色那些资质更好的御兽。火犬没有允许不能碰它，这株草药结了果也不能乱碰。前一世哪怕没有资源，我依旧凭努力成了王级御兽师。这一世有了神庙空间、绝顶呼吸法和前世记忆，一切从最好开始。我的极限绝不再是王级。这是食堂带回来的，火犬应该是喜欢吃的。火犬，过来吃好吃的。我不吃，你吃吧，多吃一点。未来啊，咱们在一起的日子还很长很长呢。这是上一世自创的万象法，配合呼吸法能延年益寿，百毒不侵，清晨运行效果极佳。叶凡，快帮帮我！怎么了？邓强他们又找你麻烦了？不是，是不是修行饕餮法后食量大增，却无法排泄，肚子又长又疼？对，有没有办法？太难受了，想拉不出，肚子都快胀爆了。很正常，你昨天学完就一顿狂吃，吃完就躺着，对吧？你不运行功法怎么消化？你简直神了！这不是我神，你吃完不运行饕餮法，普通肠胃怎么消化巨量食物？你昨天显然没好好听。这小鬼子，表哥连夜警告，绝不能惹他。一群跳梁小丑，就这些人，根本入不了我的眼。翱翔在天际的鲲鹏，又怎么会在意地上的蚂蚁呢？哎呀，怎么样，通畅了吧？通畅了。安静！魔鬼教员潘照，怎么是他？潘照对学生严苛，常带学生去危险历练，带出很多未来强者。我当初就是在他带领下，在秘境得到奇遇，开始逆袭。他算是我的恩师。可上一世他因耿直遭高层排挤，派来当普通教员。唯一一次出头机会是在后来兽潮里带头抗争，最后因此战死，算是郁郁终生了。这样的老师放在哪里应该都是很受欢迎的，怎么会被人排挤呢？又或者是谁刻意要打压他？潘照的准确实力在平城还是算相当厉害的。有一头黄金9星的怒吼雄狮，如果不是在兽潮里牺牲，甚至可能在未来突破到永恒级。这小小的平城，有人能打压住这样的一个御兽师，有点意思了。诸位，来到这里成为御兽师的一份子，不是你们的第一次成功，而是你们的第一次失败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天赋，地级的御兽天赋注定你们要低人一等。在同级里，其他的御兽师甚至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的御兽就要强出你们一大截，你们得不到最好的资源。别看那些普通人似乎对你们羡慕不已，在御兽师的世界，没有人看好你们。知道上面叫你们班什么吗？叫废物班，一群废物组成的班级。知道昨天选的御兽吗？知道上面给了卓越班、英才班什么品级吗？精英品级，能成长到白银甚至黄金。精英品级，动辄几十万上百万，只要好好培养，未来进入白银级没有太大难度。白银级相当于拿到大学门票，这话估计得打击不少同学。老师，如果天赋决定一切的话，那我们还来学校干嘛？问得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马小雪。马小雪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。
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你们3年能做的。接下来的每一个月，我都会带你们进入微芒秘境历练一次。都很想去吧？只不过名额有限，上面只给我10个名额。想去就得让我满意。每月10号月考预授决斗，前10名才有资格。今天已经是2号了，8天后根据第1次月考成绩决定第1次进秘境的成员。安静！是不是又得意起来了？不妨告诉你们，这秘境卓越班、英才班每个月能进2次，而且不限名额。就这10个名额还是我要来的，不然凭你们这群毫不被看好的地级，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这3年能做的就是给我好好修炼，拿下资格。1个月进去1次，要比得上他们2次的收获。只有这样，你们才有机会逆袭，才有机会告诉别人你们不是废物。能做到吗？能！我知道你们现在没信心，但这个问题我每周都会问一遍。去训练吧，有问题来问我，有事情也来找我。去吧。叶凡，你不去训练御兽吗？要去，只不过我觉得最好的御兽训练是战斗。战斗？去哪里战斗？城北银月森林。银月森林？那里据说甚至还有黄金以上的御兽，去那里会死人的。那是核心地带，外围大多是黑铁级，要不一起？银月森林听说有许多恐怖传说，可看到叶凡平静的眼神，我去！这不就对了？这叶凡，我还以为他测出地级就消沉了，没想到这么大胆子，2个刚有预售的小贼敢去森林，不知者无畏。让他们去吃点亏就知道厉害了。真以为森林里的野生御兽都像平时看到的那么温顺吗？完了，肯定是邓丽找来堵我们的。你就是叫叶凡的啊？那就好，快叫凡哥好。凡哥好。谁叫你们来的？别告诉我是马大飞让你们来的。凡哥怎么知道是飞哥？飞哥说上次多有得罪，说让我们来等着凡哥出来，给飞哥送点东西赔礼道歉。这个蠢货，我不是说了我有事会联系他吗？马大飞那点小心思我怎会不知道？无非是小命在自己手里，想着多讨好自己。可这些小举动看似无关紧要，若是有心之人再仔细的一查探，反而会暴露自己。大飞哥说了，上面的人都回去了，据说最近几个月不会来平城。我们都是跟着大飞哥拜把子的兄弟，凡哥可以放心。他让你带什么东西过来？烈火果。大飞哥，听说凡哥您上次打赌要烈火果种子，知道您要这东西，专门派我们去菱角堂买了1颗来孝敬凡哥。刚刚才得了根情，以后有的是烈火果，不过也算有用，至少现在就能给活去。东西我收下了，回去给大飞说，有事我会找他，不用他来找我。毕竟是学生，不要太招摇。明白。那凡哥，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东西我收下了，回去给大飞说，有事我会找他，不用他来找我。毕竟是学生，不要太招摇。明白。那凡哥，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叶凡，刚刚那些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还给你送东西？你不会去混帮派了吧？很危险的。叶叔要是知道，一个地下帮派还容不下我。胖子，你说拜把子的兄弟能信吗？都是兄弟了，应该能信吧？哼，这可不一定。利益面前哪有什么兄弟可言？胖子，我给你饕餮法这样的功法，你难道没有想过更多的东西吗？啊，像什么？我两世为人的眼光何其毒辣，自然看出胖子不是刻意的，他是真的没有想过其他的东西。胖子，你呀你，真是傻得可爱。我怎么就傻得可爱了？到银月森林并没有花费多长的时间，出了护城的城墙，向北走一阵，一大片森林就映入眼中，绵延了不知多远。很多城市外都有这样的森林，栖息着大量野生御兽。不过平城是小城，这里最强的御兽也才不到黄金，大多城市里的御兽猎手就指望着这片森林生活，捕捉御兽卖血肉，若运气好捕到幼崽，一家人1年的口粮就有了。叶凡，我们真要去这里面吗？当然，先稍微等一下。大半天的时间，御兽空间里又过去了半个多月，火犬明显又长大了一些。黑铁2星的火犬，怎么才过了1-2天，这火犬就长大了这么多？也许是我的火犬天生长得快，
快吃吧。我不是，我不饿。烈火果药效发作了，突破到黑铁4星了。很棒，烈火果果然是大补，再有7、8颗，应该就能来到青铜期。黑铁4星，好强啊！我的烈阳蛇昨天才得到，今天还是一个样。黑铁4星，好强啊！我的烈阳蛇昨天才得到，今天还是一个样。黑铁级的实力很容易提升，不算什么。进了森林，感觉完全不同了。空气中弥漫着纷杂的味道，有一种莫名的压抑。胖子，把御兽释放出来。烈阳蛇是天生的隐匿能手，这里的环境最适合它。好。烈阳蛇隐匿在初叶中，初一敌人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白银鹿的脚印，这个脚印在那儿。火拳上，御兽技能飞升。等我！灌木丛已经被拨开，现在要小心一点了。战斗就在几秒内就决出了胜负，应该是他低头吃草时，火犬一下跃出抓住了机会。无论是御兽还是人，喉咙都是致命部位。火犬，不要松口！叶凡，那白银鹿看起来感觉好可怜。胖子，你以为御兽真像商店笼子里那么乖巧无害？你知不知道，御兽师出现前，他们被称是什么？什么？魔兽。灵气出现以前，人类死伤无数，若非强大御兽师出手，人类差点灭绝。大力推崇御兽师为了什么？为的就是抵御这些不受控制的魔兽。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，白银鹿这样的，不是应该吃草的吗？御兽多是杂食，事实永远残酷得多。你没听到，是因为普通人只吃得起家养肉兽。你可以去那些在森林里活动的御兽猎人手里买点东西，每一个都可以告诉你真相。过去把尸体收起来。啊，那是尸体啊！被啃成那样还要我收？我说的是白银鹿的尸体，肉很贵，起码能卖上千块。这么多！胖子修饕餮法开了第2个空间装东西，刚好可以装这些御兽。继续找，打够5只就回去。晚上御兽凶性大发，深夜前必须离开。知道野生御兽吃人后，胖子估计更害怕了，要克服恐惧。连这点东西都怕，怎么当御兽师？可不是开开心心玩耍的。知道了。后续我和胖子2人在外围走了一大圈，共击杀6只御兽，4只2星，1只3星，1只7星。这灰毛熊可真大呀，这得值不少钱吧？没到成年期，皮毛值4、5千，其他差不多。灰毛熊体型有优势，当新手御兽不错，就是吃的太多。胖子，刚刚的表现不错，刚刚的战斗里，胖子起到了一定作用。火犬与灰熊缠斗时，胖子指挥烈阳蛇突然弹出咬破熊角，毒性蔓延，火犬才成功越3级击败他。嗨，应该的。我觉得你以后可以专攻培养全养蛇类御兽，以后作战几10只放出来，相当有威力。几10只蛇，蛇类御兽能有多厉害？可不要小看蛇，有一种名为龙蟒，身长几百米，尾巴一扫小山山一平，毒牙一咬，荣耀级都要丧命。这么厉害，哪里有龙蟒？想啥呢？那是生活在远古遗迹守卫宝物的，荣耀巅峰都不敢去招惹。哎，想想嘛，人总要有梦想。那为啥让我全养蛇类？你全养蛇，渐渐的就会被蛇类御兽侵合。收服同类御兽的话，难度就会低很多的。那我就全养蛇，我要龙蟒。你呀你，从怕的不行到憧憬强大，今天一趟可不算白来。胖子，这一世，我想拉你一把。
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什么失望？哪里有失望？我操，这他妈外面还能有失望的？胖子，有空我出钱，早点去治治耳朵吧。白银鹿、银月兔，两位小兄弟是御兽师吗？灰毛熊这种御兽都能捕猎到？我们都是这一届平城高中的新生。新生就能捕猎骑马黑铁7星的灰毛熊，既然是尊贵御兽师，这批东西我按最高价回收。白银鹿3000，银月兔1200，灰毛熊就按7000给，一共15200。两位大人觉得怎么样？15200。普通高中生一个月生活费才1000，一趟打猎比1年生活费都多，也难怪胖子这么惊讶。15000就行，灰毛熊肉我留10斤。10斤就10斤，两位大人稍等，我马上安排给大人弄好。大人，这是10斤灰熊肉和15000块，您数一数。交易完成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胖子，我们走。叶凡，你留些灰熊肉干嘛？胖子的好奇心终于忍不住了。吃，野生御兽血肉营养丰富，味道好，给御兽吃或自己吃都有裨益。越强大的御兽，血肉效果越好。尤其是你修行饕餮法，要吃的就是御兽肉，越珍贵越好。除此之外，御兽也需大量进食血肉，肉鸡、肉猪血肉除了填肚子，完全没用。也就是说，都要吃大量野生肉？那我不是要和我的御兽在一个盆前抢肉吃了吗？胖子，你难道没想过，你用一个盆，你的御兽用另一个盆吗？这我给想差了。我们去哪儿啊？灵朝堂。好。这少年真的又来了。小兄弟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要强金草的种子，多少钱？又要种子？昨天才买烈火果，今天是准备在家里种个灵草后花园吗？便宜些，8000一颗，不过我做主，6000一颗给小兄弟。多谢。这里是种子，最多3月成熟一次。好，这银蛇果也给我来3颗。银蛇果便宜，只有蛇类喜欢吃。没问题，一共12000块。你点点。这姐姐可真带劲儿啊！胖子，美色不仅带劲，还可能带毒哦。带毒？这少年看来是有所体会嘛。下次这少年来，通知我，我亲自接待。这3枚果实给烈阳蛇吃，应该能提黑铁2星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怎么好意思？另外给你1000块和5斤熊肉。修饕餮法绝不能饿肚子，否则会被反噬。这我不能要了。拿着，你需要资源成长，等你变强了，还我就是。谢谢你，叶凡，让我也有机会成为强大的御兽师。胖子，黑铁级御兽师的感谢轻飘飘的，等你收服了你想要的龙蟒，再说这句感谢也不迟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叶凡，谢了。外界1天，这里30天，应该外界再过3天，这烈火果就能成熟。等烈火果成熟，自己的火犬又能有一个不错的提升。按照说的微芒秘境的资格，自己肯定是能拿到的。不过秘境并不是毫无危险的，许多好东西大多都有御兽守护。这灵草堂应该上次是察觉到一些自己刻意显露的表现了。上一次的烈火果根金基本就是半卖半送，这一次强金草种子也压了一大截的价格。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回馈他们一点，我会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你，以后你会成为火犬一族最大的骄傲。叶凡，咱们今天怎么安排？今天的安排，今天可以在学校里训练训练，熟悉一下和御兽的配合。可以，来，吃早饭，吃完咱们就开干。我吃不了这么多。吃不了这么多？叶凡，你没有修炼饕餮法吗？那呼吸法不适合我，
而且我也不喜欢吃太多东西。这样，那这2个给你吃，剩下的我吃，正好我还有点饿。行，走吧，去试试学院的战斗演练仪。救命了！连1分钟都没坚持到，刚入门还是太稚嫩了。叶凡，这演练仪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在演练仪里和御兽战斗的时间越久，得到的分数就越高。10分就代表了在里面坚持了10分钟，而如果战胜这只御兽，就会出现高一级的御兽，战斗的分数也会随之而增加。走，找一台试试。胖子，在外面还是稍微注意一点形象哈。不是叶凡，你说的让我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吗？这好，行，算你学以致用。起来吧，一时不如人，很正常。这些英才班、卓越班的御兽师霸着训练的地方，不准我们普通班的人用，学校竟然也不管。看什么看？普通班的人还往里挤。这台机器可不是你们普通班能用的，张口废物闭口废物。是谁给你的底气？是你衣服上英才班的3个字吗？来吧，你不是说普通班的人不配用演练仪吗？来比比谁的分数高，看看谁才不配用演练仪。来比比谁的分数高，看看谁才不配用演练仪。你要和我比演练分数？凭你们普通班那些给狗狗都不要的御兽，要和我比分数？没错，你不会不敢比吧？笑话！今天就让你看看英才班的人和你们这些普通班的废物有多大的差距！挑战开始，请释放你的御兽。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！C 级天赋，速击！利齿内狗上！该你了。警告：当前选择为地狱级难度，危险系数极高。地狱难度？他脑子进水了吧？考核机器会把他神魂震碎的！普通班的疯了吗？这小子死定了！环境加载完毕，考核开始，倒计时3、2、1。黑铁4星？怎么可能？大家获得的御兽都是黑铁1星，这才几天的时间，这叶凡的活泉怎么就黑铁4星了？比精英品级的御兽成长的还快。怕了？哼，4星又怎么样？哼，4星又怎么样？演练仪的御兽等级是同步的。自己的利齿野狗可是花了大价钱吃了一枚灵果，才能这么快提到黑铁3星的。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御兽提升到4星？难道他也花了钱？有钱谁还来这普通班读书受罪？他绝对不可能成绩比我好。活犬，锁喉。我赢了！我赢了！我是25分钟，你
你是24分钟，是我赢了，是我赢了。你好好看看，我到底多少分？满分。这可是击杀了同级御兽才有的分数啊！哼，现在普通班的人有资格用这个演练仪了吧？有资格，有资格。你走吧，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出现在这个演练室。是，我这就走。好了，胖子，你们两个可以用这个演练室了。叶凡，你能告诉我你的御兽为什么会那么强吗？这马小雪自己也有些印象的，太死板了。不是我的御兽这么强，只不过是我看破了黄金路的战斗方式。看破？御兽的战斗方式不是固定的吧？怎么看破？方式不是固定的，可有些东西是固定的。只要你清楚，比如说攻击时发力的支点，攻击时御兽身体各部位发生的变化，甚至是呼吸节奏的改变，看破了这些东西，就能轻易的让你的御兽躲开这种最基础的御兽攻击。哦，那我怎样才能看破呢？唉，当你在战斗中刻意去思考我说的话，随着战斗次数越来越多，这些变化了熟于心，你不就能够看破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没什么。挑战失败，得分2分。我这看凡哥打的心潮澎湃，怎么到了我被追着打，跑都跑不赢啊！没事儿，你继续挑战就是，我休息一会儿也会继续挑战。你们俩轮换着上吧，也能让御兽休息恢复一下。与其记挂在心，不如先强大自己。我想你也不喜欢下次还是被人丢出来了。有新生在入学第3天就打爆了同级的演练仪，应该是那种父母就是御兽师的家庭。我们班我觉得才应该是。唉，普通班的那群学生跟这等天才恐怕沾不上边。叶凡，这是谁的学生？叶凡，我那个理论第1却被评D级的小子。潘哥，叶凡是你的学生，潘哥好眼光啊，这绝对是个不错的苗子。好家伙，这叶凡深藏不露啊！一个D级还能有多强？是啊，一班永远是废物班。过个几个月，我的学生绝对有人能打出超过100的分数。越级，这叶凡越1级击杀精英御兽了。这不可能，刚刚才说100分。嗨，废物班的人开学第3天就能越级击杀，不知道英杰班什么时候能打出这200分吧？越1级而已，只要我的学生努力，越2级。挑战者叶凡使用御兽火犬。这怎么可能？刚刚这不到1分钟，他越2级击杀了精英品级御兽。这暴走鸵鸟弱点太明显了吧？这种有着明显死穴的御兽，越5级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叶凡啊，你做点人事儿吧。行了，今天差不多就练到这儿了。行，今天挑战了许多回，成绩终于突破10分了。胖子，你可以去试试楼上的灵敏一类的训练。一条灵活的蛇是最令人害怕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叶凡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白狼也很快的变强起来？白狼这种御兽挺普通的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多吃些野生御兽肉就能变强起来。不过这种御兽吧，不是很适合你。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御兽天赋应该是D级的铁臂。对于白狼虽然也有增幅，同样是低劣品级的话，灰毛熊要更契合你一些。等到你开启第2个御兽空间，建议你可以选择一只灰毛熊。灰毛熊吗？但那种御兽似乎只有在御兽森林里才有，所以你需要自己去历练。真正的强者从不是靠纸上谈兵就能成功的。御兽森林，可我现在才是个刚刚入门的御兽师，去那种地方会不会？第3天打出300分，
这绝对有极其老大的实战经验，甚至可能是御兽猎人，对于弱点清清楚楚，才能疯狂越级。可是这只是个新生啊，怎么可能？天生的战斗天才，这个新生，这一年他能压制一大群 B 级、C 级学生，就凭这个叶凡，恐怕就能让潘照得到不少的奖励。本来想让他3年抬不起头，现在下巴都要扬到天上了。好不容易才接潘照去了普通班，难道说要因为一个叶凡毁了整个计划？潘哥，你看这叶凡的实力，哪像是普通班的学生？我觉得可能是之前评级的时候评错了，这实力怎么说也来个卓越版吧。李想，你这句话意思在说有人舞弊，改了叶凡我可没这样说。天赋评级，那不就是了？叶凡是D级，那就是普通班的学生。怎么的？当初你们不是觉得普通班都是些废物吗？现在这废物群里出了个人物，你们想给要过去？庞哥这是哪里的话？现在知道来攀交情，只是这叶凡实力既然不错，待在普通班未免有些屈才。你意思是我不配教他？黄金九星，他怎么突然9星了？距离永恒只差1步。上一次平川高中道师评比，我可是第1。你意思是我不配教他？黄金9星，他怎么突然9星了？距离永恒只差1步。上一次平川高中道师评比，我可是第1。哼，你们谁要是觉得比我更有资格来执教叶凡，大可以来试试。校长，几位，我刚刚听说有新生达到了我们设置的奖励规则，在演练仪拿到了300分，是哪位老师的学生啊？校长，是我的学生，叫叶凡，用的御兽是火犬。你的学生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回见到普通班的学生能在咱们设置的奖励规则上拔得头筹，还打出了月2级的满分成绩，不错，不错。这是咱们之前说好的奖励规则，一次云溪秘境的进入机会。谢谢校长。潘照，普通班好不容易出了个好苗子，你可要多多留意。明白，有我在，谁敢动我的学生就得死。你现在是老师，要有老师的样子，天天打打杀杀的，像什么样子？好了，我来也没什么事。你这小子还想打打老师吗？潘老师，老师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你今天在演练仪打了300分，校长知道了，说你很不错，我专程来奖励奖励你。奖励？打演练仪的分数还有奖励的吗？当然有，只不过我没想过你们能拿到这些奖励，所以没有告诉你们。精英巅峰品级御兽有吗？那种带天赋技的，那种御兽没几千万能拿得下来吗？你只是拿到了新生奖励，不是拯救了平城，5万以内的，重新想想。也没听说这小子家里多有钱啊，怎么听到5万还这副嫌弃的表情？算了，直接得线吧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就要得线。这卡上刚好5万，密码6个8，你拿去。多谢潘老师。那个潘老师啊，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这小子的战斗意识，电光火石间躲过，还能反击。要不是我出生，高低得挨几下手刀。得多留意这个小子，是个好苗子。叶凡，今天我们还是在学校里训练吗？今天不了，天天在学校训练只能算是熟练技巧，真正要展露还得是实战。今天去趟银月森林。哦，去银月森林，好。你的那5斤灰毛熊肉吃完了吧？是，都吃完了几天了。自从吃了灰毛熊肉，我这胃口就挑起来了。今天给你多搞点吃的，顺便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啥更重要的事情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带2个大一点的包，免不到时候御兽肉多了，你的御兽空间装不下。行。叶凡到底要干嘛？这2个小子怎么又要跑出去？不会又去银月森林吧？这2个臭小子真把那儿当成进货的地方了。到时候遇到一头青铜级的御兽在外围捕食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2个家伙可真不省心啊！还是去看看，免得把我们班这唯一一个尖子生给弄没了。胖子，走快点！怎么了？这附近有强大的野生御兽？不是，
跟踪我们。有人跟踪我们！嘘，你跟着我，不要说话。难道是看我们是学生想杀人夺宝？会不会有带毒的冷箭？叶凡，我们不跑了吗？不用，等一会儿，那里就会有动静。叶凡，我们不跑了吗？不用，等一会儿，那里就会有动静。胖子，我们回去。青铜级的御兽，追踪我们的那个人能杀死青铜级御兽。他啊，可不总只能杀死青铜级御兽，白银级甚至黄金级也不在话下。放心了，那个人不是来杀我们的。那是谁？反正他是来保护我们的。胖子，赶紧收尸！这青铜级的恶犀牛可是相当值钱的，这一头起码1万。先不说犀角，就这一身血肉，给御兽吃也是效果很好。这恶犀牛起码几百斤，一人一半都够你吃好久。叶凡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？是不是继续去找别的青铜级御兽？不了，我们去外围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有人在保护我们吗？那是保护，不是打手。有些便宜占一点就够了，多了既让人厌烦，也让自己显得掉价。一头青铜级御兽就够了。我们来这儿，更多的还是去体会真正的御兽搏杀。哦，好吧。唉。机敏、聪慧，还知道做事的分寸，还有着那么强的战斗天赋，这叶凡可塑之才啊！